天宝6年正月18，元宵节刚过去3天，大唐北海郡衙里却弥漫着一股消杀之气，正如外面天寒地冻的天气一般。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赤身伏地，其腹部被行刑者先用刀划开，大棒重重击在其臀部，血流满地。整个郡衙都充斥着老者痛苦的惨叫声，听得人魂飞魄散。在德宗建中3年成为法定正刑前，棒杀一直是项法外酷刑，令人闻风丧胆。13年后，预设归来的李白途经老者的故居，写下一首《题江夏修静寺》，深情怀念这位曾经相恨相亲的故人。这位老者就是李邕，后世多记得其死甚惨，却不记得其才名甚盛。李邕的诗文和书法是当时的翘楚，连李白、杜甫都为之倾倒。齐王李范、大诗人王维都是他的粉丝。他的才气高到皇帝常派中官去他家里索取他新写的文章，连号称下笔如有神的杜甫要自夸，也会扯出李邕的名号。当时已经作为文坛大前辈的李邕看得上杜甫，确实让初出茅庐的小年轻杜甫喜出望外。有意思的是，李邕与李白见过，许是两人性情都太过狂傲，才气又难分伯仲，虽有针尖对麦芒的宿敌感，两人第一次见面是结了仇的。随后年少轻狂的李白写了一篇锋芒毕露的诗，宣父犹能为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作为回击。不过岁月终究会磨淡彼此的锋芒。天宝初，年近50的李白被放出京城，东游齐鲁。有一女子持刀杀人，为其丈夫复仇，但按律当处极刑。素来仗义的李邕怎会缺席此事？他毅然上书救下此女。闻听此事的李白写了《东海游泳赋》，同时赞叹这位侠女和李邕的义举。同宗同道的两位豪士总算摒弃前嫌，若龙筋一剑，共舞风雷之中。李邕在官场仕途上的起点不低，比商贾出生的李白好太多。凭借家世，20岁出头的他被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圭的举荐，早早就做到了左拾遗。左拾遗貌似级别很低，只是从8品上却是供奉官和8郡之一，位卑而明显。在这个平台上，很快他就有了展示的机会。武则天时期，宋璟奏女皇爱宠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，语出惊人，女皇一时沉吟不决，朝堂上下一片鸦雀无声，宋璟随时可能人头落地。在这一片可怕的沉默中，立在阶下的左拾遗李邕大声支持宋璟，这是李邕在史册上最鲜亮的存在。此后李邕的职场履历就让人一头凌乱。他的为官生涯主要在开元年间，期间姚崇、宋璟、张悦、张九龄等名相辈出，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开明盛世，他却没有享受到这份时代红利，反而屡遭贬斥。中宗时，他与宰相张柬之交好，随着武王被贬或被诛杀，705年他第一次被贬外放。景云元年，李邕终于得以归朝。当年8月，乔王李仲福谋反，东都群官皆逃匿。时任左台殿中侍御史的李邕尽显孤勇本色，他先在天津桥侦察叛军，然后赶在叛军前迟滞屯营激励军事，最终协助洛州长史崔日之成功平叛，因此升户部员外郎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宰相岑溪厌恶崔日之，李邕受牵连，被贬为崖州摄城丞。玄宗在东宫时就看好李邕这只潜力股，继位后不久就擢他为户部郎中。但是因为与黄门侍郎张廷圭友善，宰相姚崇看他不顺眼，他第3次被贬，出为扩州司马。李邕每次贬官的路径都很眼熟，皆是站错了队伍。第4次贬斥与李邕出风头有干系。当时的宰相张悦同时兼为文坛领袖，却有人议论张悦的文气不如李邕。开元13年，玄帝封禅泰山归来，李邕献上辞赋，唐玄宗龙颜大悦，张悦顿时有了深深的存在感危机。都是靠笔杆子吃饭的人，张悦自然不愿自己的饭碗被人威胁，遂找借口将李邕贬为钦州遵化县尉。30年间，李邕4遭贬斥，运气确实够背的。再加上他身上有文人的清高傲气，如野鹤游天，不适于朝廷的规则，且久做外官，朝中无人，注定与平步青云无缘。艺术上不走寻常路能出名，官场上不走寻常路是要命的。天宝初年，李邕任北海太守，不经意间走上了与三国孔北海同样的道路，名气甚大，却不为执政所用，不拘细行，
执政的李林甫又是个手段极为毒辣的主，他也许觉察到了危险，却绝对想不到杀身之祸竟然落在赠了友人柳基一匹良马这件小事上。这件事还要从宰相李林甫和太子李亨之间不死不休的斗争讲起。昔年李林甫急于发迹，攀上武惠妃的势力，他协助武惠妃废掉了太子李英，支持惠妃之子寿王李茂为太子。但由于武惠妃暴死，李隆基最终选择李亨为太子。由于此时李林甫得罪李亨已深，生怕太子登基后就要清算他这一党，于是李林甫选择先下手为强。天宝5载，为了打击太子李亨，李林甫连兴2场大狱。起因很简单，正月15元宵节那天，韦坚与皇甫为民一起外出游玩，被李林甫发现了。韦坚与皇甫为民都是太子党的核心成员，韦坚是李亨太子妃的哥哥，时任吏部尚书，而且很有能力。将来李亨继位之后，韦坚成为宰相几乎是必然。当时任陇右节度使的皇甫为民，在李亨还没当太子的时候关系就很好，而且对李林甫颇多不满，算是太子一系的核心武将。对于这件小事，李林甫迅速抓住机会，带了波大节奏。侍御史杨慎金首先出面举报说韦坚和皇甫为民私下拜见了太子，之后李林甫定性说这是太子通过外戚与边疆勾结，意图拥立太子继位。外围的杨国忠、杨慎金、王弘、吉温等李林甫的党羽也随声附和。事情上报给李隆基，史书记载玄宗获知，从后面玄宗的反应看，史书记载颇有给玄宗洗白的意思，因为李隆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同样对太子戒备心重的李隆基不管真假，随即把韦坚和皇甫为民2人贬官。这场风波，韦坚一系或者说是太子一系数十人都被卷入其中。太子李亨吓坏了，连忙与为太子妃离婚，划清界限，一将圣勇追穷寇。李林甫可不是个会半途而废的人。同样是天宝5载，11月发动了第2轮攻势，柳记之狱。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宰相在对付太子，自然就会有人依附宰相去倾轧太子。太子李亨的另一个妻子度良娣，她姐姐的丈夫叫柳记，相当于是李亨的连襟。柳记和岳父闹矛盾，就写了一封诬告信给李林甫，举报他岳父妄称屠谶，交媾东宫，只吃剩余，也就是用一些鬼神巫术之类的东西，准备要让太子登上皇位，有点像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。李林甫利用这次举报，再一次大兴冤狱，让柳记扩大举报范围，又牵连了一大批人。史书记载，诛疑者数百家。李林甫手下的鹰犬罗前吉网中的罗西氏，一路从青州杀到岭南。淄川太守裴敦父被杖毙，前陇右节度使皇甫为民、前刑部尚书韦坚及其兄弟被杀，还有李邕故交亡居，无人逃脱。前宰相李阔之听到罗西氏要来，恐惧之下服毒自尽。来都来了，罗西氏只得杖毙了李阔之的儿子，才不算白跑一趟。太子李亨再一次抛弃了妻子，与度良娣离婚，度良娣被废为庶人，而那个举报的小人柳记也没落到好处，直接和他的岳父被杖毙在大理寺中。由于在审讯中查出李邕曾经送给过柳记一匹马，当时负责审讯的库吏吉温就让他诬告李邕议论皇帝善恶，并以所送的马匹作为贿赂的证据。心狠手毒的李林甫马上就乘机给李邕定了罪，并立刻派他的2个爪牙赶到山东，将当时已经70岁高龄的北海郡守李邕杖责而死，死状惨烈。听闻李邕的死，包括杜甫在内的世子文人悲痛万分，写下诸多缅怀诗句。罗辑2人的滥杀枉杀，郡县惶害。在这场震惊天下的大戏里，李邕之杖死只是一个小小插曲。大历元年秋，流寓夔州的杜甫被赛宴唤醒了当年在齐州的回忆，这回忆有足够的时间在天地间舒展开来。一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雍，感慨激昂，排荡变化，颇有故人书法的气势。人的一生有3次死亡，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，第2次是所有记得他的人也死了，这是在记忆中的死亡，第3次是所有记录他的文字也消亡了，这个人从此在世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这是第3次最彻底的死亡。再残酷的政治迫害也演绎不了文章的风流。诚然，李邕在后世没有传下太多篇章，但他的侠傲之骨被同时代其他俊杰所铭记，他的名字随着他们的师父流传下来，跨越千年，令人动容。